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收看嘉诚养生道。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多中老年人家里都非常常见的食材——小米。很多人听到它的第一反应就是煮粥，但如果你真的这样看它，那就太可惜了。因为其实小米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它有多特别，而是你有没有吃对方法。同样是小米，有人吃完觉得舒服、轻松、好消化，有人却只是天天喝，喝了很久也没什么感觉。差别就在于你是把它当主食，还是把它当成日常调养的一部分。今天这期内容，我们就来把小米讲明白，不是讲那些夸张的说法，也不是把它说成什么万能食物，而是从更实用的角度告诉你，小米到底为什么适合中老年人，它和哪3样东西搭配，日常更有帮助，哪些人又不能一味多吃。如果你最近常常觉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胃口也一般，或者特别在意饮食是不是太油、太杂、太难消化，那这期你真的要看到最后，因为后面讲到的不只是吃法，还有很多人平时最容易忽略的误区。值得提醒的是，小米本身并不是补药，但它确实是一个很适合长期放进日常饮食里的基础食材。真正关键的不是你吃了多少，而是你怎么搭配，什么时候吃，适不适合你。这期内容嘉诚养生道会分成3部分来讲。第一，小米本身为什么值得吃；第二，和哪3类食材搭配更实用；第三，哪3类人吃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别一味多吃。你会发现很多人以前对小米的认识其实都太单一了，所以如果你平常也会煮小米粥，或者家里长辈经常吃小米，建议先别划走，因为接下来这部分可能会让你重新理解一碗看起来普通的小米到底为什么能在日常养生里一直这么受欢迎。说到小米，很多人第一反应还是2个字：普通。但其实越是这种看起来普通的食材，越适合放进日常饮食里长期吃。小米最大的特点不是刺激，而是温和。它不像一些重口味食物那样，吃完以后身体会有很强的负担感，也不像某些加工食品那样，吃多了让人觉得腻、胀或者不舒服。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正舒服的饮食，往往不是吃得多，而是吃得稳、吃得顺、吃得久。这也是为什么小米一直都很适合做成早饭或者晚饭，尤其是在胃口不太好、消化负担比较重，或者平时饮食太油太杂的时候，小米这种比较柔和的主食就显得很有价值。它不是那种吃一次就会立刻有感觉的食物，但它很适合慢慢放进生活里，成为一种稳定的饮食习惯。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吃东西最怕什么？不是吃不饱，而是吃完以后不舒服。有些人一顿饭吃得很满足，结果没多久就觉得胃里顶、肚子胀，整个人懒洋洋的。而小米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它往往更容易被接受，更适合做轻负担的主食。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现在很多人饮食都比较复杂，主食吃得少，零食吃得多，外卖吃得多，真正简单、干净、稳定的食材反而吃得不够。小米这种食材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把饮食拉回到一个比较平衡、比较朴素的状态。你不要小看这种朴素，很多时候真正适合长期坚持的东西，恰恰就是这种简单的基础食材。不过这里要讲清楚一件事，小米不是神奇食物，也不是吃了就能替代其他饮食。它的价值不在于夸张的效果，而在于它很适合做日常搭配的底子。也就是说，单独看它可能没那么惊艳，但放到整个饮食结构里，它就很容易发挥出作用。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真正懂得养生的人，不会只盯着一种超级食物，而是更重视长期怎么吃、搭配怎么调、分量怎么拿捏。
小米就是这种典型代表，它不会喧宾夺主，但它能把一顿饭变得更稳一点，更温和一点，更适合长期吃一点。尤其是对中老年人来说，饮食最怕的不是没有营养，而是太折腾、太油、太甜、太重、太刺激，身体长期受不了。而小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常常能在不过度刺激的前提下，让饮食变得更舒服、更容易接受。所以，如果你问我小米到底值不值得吃，我的答案很简单，值得。但要吃对方法，它的重点不在神效，而在稳定。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最关键的部分，小米到底怎么搭配才更容易吃出它的日常价值？前面我们已经说到，小米本身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夸张，而在于它够温和、够稳定，也很适合长期放进日常饮食里。但真正让很多人觉得小米好像更有用的，往往不是单独吃，而是搭配吃法，因为食材之间是会互相影响的。有些搭配会让口感更顺，身体感觉更轻松；有些搭配则只是把一碗粥煮得更稠，却没有真正把整体饮食拉起来。所以今天这一章我们重点讲的不是神奇配方，而是3种更适合日常养生思路的搭配方式。第一种搭配，小米配南瓜，这是很多家庭都能接受的一种搭配。南瓜本身口感柔和，和小米放在一起煮出来以后会更顺口，也更适合当作早饭或者晚饭。对一些平常胃口一般、想吃的清淡一点的人来说，这种搭配会显得更舒服。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这个组合？因为它不是那种很重、很刺激的吃法，而是比较偏向温和、好入口、容易坚持。尤其是早上起床以后，或者晚上不想吃太复杂的时候，一碗小米南瓜粥往往比油腻的东西更容易让人接受。但这里要注意，重点不是加了南瓜就变神奇，而是这种搭配让整顿饭更协调。如果你平常饮食比较乱，或者经常吃得太快太杂，那这种简单的搭配反而更适合先调整回来。很多时候养生不是靠大动作，而是靠这种长期能坚持的小变化。第二种搭配，小米配红枣，这个搭配就更偏向传统家庭的做法。红枣和小米放在一起，味道会更自然，喝起来也会更有家常感。很多人喜欢这种组合，不只是因为味道好一点，更因为它在心理上会让人觉得更温暖，更适合慢慢吃。不过也正因为这样，红枣这类食材不能放得太多，如果放太多，整碗粥就会偏甜，喝起来虽然顺口，但不一定适合天天这样吃。所以这个搭配的重点不是越多越好，而是适量更好。对一些平时作息比较忙、饮食节奏不太稳定的人来说，这种搭配更像是一种把生活慢下来的方式。它不一定有多复杂，但很适合做成家庭早餐，或者在晚餐的时候少量食用。尤其是长辈比较喜欢传统口味的话，这种吃法接受度往往很高。第三种搭配，小米配山药。如果说前面2种更偏日常、偏家常，那小米配山药就更适合讲饮食结构。山药本身口感细腻，和小米一起煮的时候，会让整碗食物更有层次，也更有饱足感。对于一些平常吃的比较少，或者总觉得饮食不够稳定的人，这种搭配会更实用。它最大的优势不是味道多惊艳，而是整体比较稳。你会发现很多真正适合长期吃的食材都是这种不张扬但很好搭的类型。小米和山药放在一起，往往会让人觉得一餐更完整，也更适合取代那些太油、太重、太乱的吃法。不过同样要强调，搭配食材并不是越复杂越好。很多人一听到养生就喜欢往里面加很多东西，结果一碗粥煮得乱七八糟，味道没了，
消化负担反而上来了。真正合适的搭配，应该是让整顿饭更平衡，而不是越堆越多。所以这3种搭配，你可以简单记住：第一种偏向温和顺口，第二种偏向传统家常，第3种偏向稳定完整。它们都不是药方，但都很适合日常饮食里慢慢调整。如果你看到这里，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小米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单独去追求某种夸张效果，而是通过合理搭配，让日常饮食变得更舒服、更容易坚持。这才是很多人吃了以后会觉得好像真的不一样的原因。前面我们讲了，小米本身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的食物，但它很适合放进日常饮食里慢慢吃。不过，不是每个人对小米的感受都一样。同样是一碗小米粥，有些人喝了觉得舒服，有些人却没什么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讲清楚哪些人更适合关注小米的吃法。第一类，晚上睡得不太好的人，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一个共同困扰，就是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就不容易放松。有些人是入睡慢，有些人是睡得浅，还有些人是半夜容易醒。对这类人来说，饮食如果太油、太重、太晚，都会让身体更难安静下来。小米这种比较温和的主食，就比较适合放在晚餐或者较轻的晚间饮食里。它不会像重口味食物那样让人吃完以后还特别兴奋，也不会让身体负担太重。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比较在意睡前吃什么，那小米就值得放进你的日常清单里。当然，这不是说吃了就一定怎样，而是说它更符合让身体慢下来的饮食逻辑。有时候睡眠问题不只是作息问题，也和晚餐吃得太乱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开始调整饮食之后，会发现晚上更容易安稳一点。第二类，胃口一般、想吃得清淡的人，这类人往往不追求什么大鱼大肉，反而更在意吃完以后舒不舒服。对他们来说，小米这种比较柔和的食材就很适合日常替换一部分主食。尤其是年纪大一点以后，很多人对吃得舒服这件事会越来越敏感。以前可能觉得无所谓，现在一顿饭吃得太猛，身体马上就会有感觉。所以这个时候，简单温和、容易消化的食物就会变得更重要。小米的好处就在这里，它不是那种会让你一下子觉得特别刺激的东西，但它很适合长期吃，适合慢慢把饮食调回更稳的状态。如果你本来就喜欢清淡饮食，那小米往往会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第三类，平时饮食比较单一的人，现在很多人饮食其实很不规律，有的人早餐随便吃一点，中午靠外卖，晚上再应付一下，还有的人主食吃得少，零食和加工食品反而吃得多。长期这样下来，身体很容易觉得乱，饮食结构也会越来越偏。这种情况下，小米的价值就会更明显。它不是让你一次就改变全部饮食，而是帮你把主食部分慢慢调整回来。比如说，早餐用小米替代一部分过重的食物，或者晚餐用小米配一点清淡搭配，都会比完全乱吃来得更稳。对饮食太单一的人来说，小米的意义在于它能让你重新回到一种比较朴素、比较稳定的节奏里。而这种节奏往往比短期追求某种养生感更重要，因为真正能坚持的，通常都是那些简单、方便，不会给生活添负担的吃法。第四类，家里有长辈想做日常饮食调整的人，这时候小米就很适合作为家庭饮食的一部分，因为它操作简单，接受度高，很多长辈也比较熟悉，不需要太复杂的做法。你会发现，真正适合家庭长期吃的食材，往往都不是花哨的，而是稳定、朴素、方便准备的。小米正好就是这种类型，它可以做粥，也可以做搭配主食，
还能和不同食材组合，适合家庭里反复使用。这种好上手的特点，对很多忙碌的家庭来说其实很重要。所以这一章你可以简单记住一句话：如果你在意睡眠、胃口、饮食清淡，或者家里长辈需要更温和的日常食材，小米就值得认真看看。但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部分，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多吃小米，尤其是下面这几类人，如果吃得太频繁、太单一，反而可能不太合适。下一章我们就来讲哪3类人要少吃或谨慎吃。养生最怕的不是吃得少，而是把一种食物当成万能答案，天天吃、顿顿吃，最后反而让饮食变得太单一。第一类，容易胀气、肠胃比较敏感的人。有些人本身消化就比较慢，或者肠胃状态比较敏感，吃一点东西就容易觉得撑、觉得胀、觉得不太舒服。对这类人来说，小米虽然相对温和，但如果吃得太多，或者一次吃得太浓、太黏，身体也未必会舒服。所以这类人不是完全不能吃，而是要注意分量和频率。最好的方式是先少量尝试，观察身体反应，再决定要不要长期作为主食的一部分。很多时候，问题不在食材本身，而在于你吃的太密、太重、太单一。第二类，本身饮食控制比较严格的人，有些人可能正在控制总热量，有些人正在严格安排3餐内容，也有人对主食比例有明确要求。对这类人来说，小米虽然可以吃，但绝对不能因为它看起来健康就随便加量。尤其是如果你本来已经在控制主食，或者1日3餐都有固定安排，那小米就应该放进整体计划里去看，而不是单独把它拎出来当成越多越好。很多人一看到养生食物，就容易放松警惕，结果其实只是把原本该控制的部分又吃多了。所以这里的重点不是不能吃，而是别因为它看起来温和就吃过头。真正的饮食管理靠的是总量和结构，不是单一食材的标签。第3类，长期只吃一种做法的人。有些人一吃小米就永远只喝小米粥，还有些人一听说某种食材好，就天天用同一种方式做，连续吃很久。这样的吃法短期看好像很省事，但时间久了，问题就会出来。因为再好的食材，如果你一直只用一种方式吃，身体也会慢慢变得没有新鲜感，饮食结构也会越来越单一。更重要的是，单一吃法很容易让你忽略其他营养来源，最后并不是更养生，反而是更偏科。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把小米吃得更好，重点不是死盯着一种固定吃法，而是要学会轮换。有时候搭南瓜，有时候搭山药，有时候做成比较清淡的粥，甚至有时候只是作为主食的一部分，而不是每天都靠它来解决所有问题。这样才更符合长期饮食的逻辑。所以小米不是不能吃，也不是谁都要特别回避。它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量、频率和搭配方式。如果你本身肠胃比较敏感，就少量尝试；如果你饮食控制很严格，就把它算进整体结构。如果你总是只吃一种做法，那就要及时调整。很多时候，养生最大的误区就是把某一种食材想得太神。其实真正有用的不是神奇，而是长期稳定适量。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小米的好处，也讲了适合什么人吃，哪些人要注意。但真正容易让观众产生误解的，往往不是能不能吃，而是怎么理解它。很多人一看到某种食材被说得很有价值，就容易直接把它想成越吃越好，吃得越多越有效。这其实是最常见的误区。误区1，把小米当成万能食物。有些人一听到小米，就会觉得它好像什么都能管一点，甚至开始把它当成一种替代很多食物的答案。但实际上，小米再温和，再适合日常，它也只是饮食结构中的一部分，
不可能替代全部。真正健康的吃法一定是多样、平衡、长期。如果你把所有期待都压在一种食材上，最后往往就会失望。所以小米可以是好选择，但绝对不是唯一选择。误区2，越多越好，天天大量吃。很多人一旦觉得某种东西适合自己，就会开始连续吃、反复吃，甚至一天3顿都离不开。但饮食不是这样理解的，哪怕是再适合的食材，吃太多、吃太频繁，身体也会有自己的反应。尤其是当你把小米煮得很浓，吃得很多，又长期不换花样的时候，身体得到的并不一定是更多好处，反而可能是饮食结构过于单一。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吃多少才够，而是怎么吃才合理。误区3，只看食材不看整体饮食。很多人做养生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只盯着单一食材，今天觉得这个好，就天天吃这个，明天听说那个不错，就马上换那个，结果来来回回，饮食没有真正稳定下来，反而越来越乱。其实小米最适合的角色不是一个被神化的主角，而是一个能帮你把日常饮食拉回正轨的基础食材。它的价值往往要放到整体饮食里去看。如果你平时已经吃得很油、很重、很杂，那光靠一种食材是很难真正改变整体状态的。误区4，把食疗等同于治疗，这一点尤其要提醒。很多人听到护眼、助眠、调节血糖这类说法时，容易一下子把它理解成某种治疗效果，但实际上食物和药物不是一回事。食物更多是帮助你把日常状态调整得更稳定，而不是替代专业治疗。所以我们在讲小米的时候，重点始终是适合日常，有助于饮食调理，更适合长期坚持，而不是把它说成什么神奇办法。这样才更真实，也更容易让人长期接受。如果你真的想把小米吃得更好，记住4个字就够了：适量、搭配、轮换、长期。不要神化它，不要过量吃，不要只看单一功效，也不要把食疗想成万能答案。这样小米才会真正回到它应该有的位置，一个适合日常、适合长期、适合稳稳吃的基础食材。讲到这里，各位朋友们应该已经发现了，小米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它有没有什么神奇效果，而是它在日常饮食里确实是一个很稳、很温和、很适合长期使用的基础食材。它本身不夸张，但只要搭配得当、吃法合理，就能在很多人的饮食里发挥出很实用的价值。今天我们从几个角度把它讲清楚了。先是告诉你小米为什么适合中老年人，然后讲了3种更实用的搭配方式，再提醒了哪些人要少吃或谨慎吃。最后也把几个最常见的误区说透了。其实整个逻辑很简单，不是吃得越多越好，而是吃得越对越重要。很多人到了一定年纪以后，最开始关心的往往不是复杂的营养理论，而是每天吃进去的东西能不能让身体舒服一点、轻松一点、稳定一点。小米之所以一直被很多家庭接受，就是因为它满足的正是这种最朴素也最实际的需求。它不是让你一下子有多大变化，而是帮助你把饮食慢慢调顺。如果你家里也有人平常会喝小米粥，或者你自己最近也在想怎么把饮食吃得更清淡、更舒服一点，那这期内容其实很值得收藏。因为真正好的饮食方法往往不是最复杂的，而是最容易坚持下去的。如果你喜欢这种把食材、吃法、注意事项都讲清楚的内容，记得点个赞、订阅嘉诚养生道。因为下一期我们会继续讲一个很多人都很感兴趣的话题，而且我会先从一个你想不到的角度切进去，内容会比今天更实用，也更容易让你重新认识日常饮食。你会发现很多看起来普通的食材，其实背后都有你以前忽略的门道。